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我睡不着啊。自打那天以后，我就没睡过一个安生觉。哪天啊？就是季无病落网的那天啊。哎，是你亲的我哎！讨厌！你说话要有真凭实据的。讨厌讨厌！你到底为什么要亲我嘛？讨厌讨厌讨厌！你能不能换个词儿啊？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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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烦人！不跟你说。啊！好吧好吧，我告诉你，我踢你是因为是因为你聪明。聪明的人很多的，又不是我一个了。比如说你师兄，他那种小聪明，哪能跟你的大智慧比啊？不能这么说的，他很多地方比我强的，比如说吃饭每次都比我多吃2、3碗的。那是你故意让着他，你要是敞开了吃啊，一顿能比他3顿还要富裕啊！你把我当猪了？你就是猪，也是最肥的那一头。真无聊，我回卷睡觉去。哎，回卷？猪不睡卷还睡槽啊？那你也得告诉我。告诉你什么？要么你说啥？你没听见算了，管你喜不喜欢我，我都跟定了。啊？他真是这么说的？真的展堂，这回您可得帮帮我。老白，白大哥，白大爷，行，这事儿啊，就包我身上了啊！你说就在跟他是兄弟，无双也不是外人啊，他俩的事那不就是我的事吗？是不是？兄弟，你仁义呀！这啥不说了？那老白，你当证婚人啊？证婚人用不用给红包？不用，我都安排好了。那是啊，这个每位宾客呢都有专人接待。咱这回是现场验钞，礼金低于2钱的谢绝入内，低于5钱的自备酒水，低于1两的只能吃3道菜，吃完之后还得马上离开，否则就专人轰出。这个礼金超过3两的呢，可以携带家眷1名，但身高不能超过1尺啊。1尺，你直接说婴儿不就完了吗？婴儿就不准入内了，除非礼金超过30两。以上规定呢，由本次婚礼的承办人李大嘴制定，如果违反，当场给轰出去。不明之处，欢迎来人来函查询，查询费2千。本次婚礼的最终解释权归我李秀莲所有。还有啥不明白的吗？有问题吗？一个问题，谁的婚礼呀？你和无双的婚礼。谁说我要跟他结婚了？你们俩不结婚，那我赚啥呀？姐，不说废话了，这婚必须得结。下月初8是好日子，就定那天了。坐着，坐着。干啥呀？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啊，是你结婚还是人家结婚？就是啊，你那么想赚钱，你自己怎么不结呢？老白，就你对我好，你仗义。你是谁呀？你是我妹夫。就，咱家的婚礼用得着外人操心吗？说好了，礼金我来收。咋的？你想呛行咋的呀？别动手动脚了啊！怎么你呛行了？我跟你提，我说怎么的？本来是我行，谁说我要跟他结婚的？那你亲呢？是他先亲我的。自曾经约过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你就非礼他，是不是？谁？我外类，畜生，衣冠禽兽，寿比南山。我扇你2耳光！干啥呀？你咋不说福如东海呢？我不想活了，我。秀才，谢谢啊，这交给我吧。啥意思？随了结完婚之后再别结完吃啊！白老弟，不认识我了？你是衡山派陆一鸣啊！在下陆一鸣。别逗了，真陆一鸣我认识。我这是易容术，走镖子得罪人太多，化个大妆啊好走路。不对，你这长相、说话声音都不对，耍一招给我看。哎，没给钱呢，没给钱呢！行了，你快把剑收起来。进了吗？进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我是接掌门来了。掌门？
小贝啊，上哪儿？回衡山呀。难怪，这是地契50亩，这是开山契80亩，这是房契28间，这是卖身契。啊，卖身契啊，前2天上西边走镖，看你便宜，就给掌门买了几个丫鬟。买丫鬟干啥呀？伺候掌门的饮食起居啊。光厨子我就雇了仨，其中有一个专做零食、捏糖人的手艺，天下无敌呀。你哪来这么多的钱呀？佟掌柜出的。龙门镖局佟掌柜出的。直接说俺爹不就行了吗？他咋会给你这么多钱？不白给，等我们衡山外起来以后，给他们免费培训镖师呢。哟，那不就成了卖艺了吗？你们也是名门正派呀。哎呀，甭管什么派，不都得求生存谋发展？尤其像我们这种曾经辉煌、历经沧桑的老牌门派，首要任务就是拓展人气，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还要确保武功质量，创新武功类别，还要发展周边产品。你要是不去做生意，可真是屈才了啊！佟掌柜，冲您这几句话呀，我这几天就没白忙。忙点好呀，充实嘛。那好，我就收拾东西带掌门上路。哎，你可以走，小贝不能跟你走。为什么呀？因为他不能转学，先生不让。那就直接退学。他也离不开我，1、2天行，3、4天就闹着要回来了。佟掌柜，我知道您舍不得掌门，可是他毕竟是我们衡山派的人呀，您老是不放，这不太合规矩吧？啊？我没有拦呀，我拦了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真的带小贝走，是不是也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呀？他老摸下巴干啥？这就拈须，跟先生学的。非得退学吗？不但退学，而且以后没有机会读书了。陆师兄，我正是收拾收拾东西，你等着我啊。好。小贝，那可是衡山呀。衡山怎么了？我从小就从山上玩大的。山上有狼，还有老虎。我还有丫鬟呢，几个来着？您掌门，3大的2小的，年纪都跟您差不多。哦，那他们会跳皮筋吗？不会。不过马上可以学，我现在写封信让他们马上学。不用了，等我大了亲自教他们吧。小贝，哎呀，你就别絮叨了，许你当掌柜就不许我当掌门啊？不是不许，问题是你们都干啥呢嘛？干活呢。这都啥时候干啥活？客人怎么办啊？哎呀，这是不是滚蛋！小贝要走了，你们都说2句话嘛。好，我说，一路顺风，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单元轩、秀才，你说小贝到底该不该走？这还用问吗？当然应该。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你自己咋不行呢？干活去。大嘴，你说话。那绝对不该呀。但是必须得让人家去，毕竟他是掌门，是不是？掌门怎么了？小贝他还是个孩子。孩子也有长大的一天，你一定能干好的。我祝福你，祝福你。谢谢你，谢谢你。借你之言，本掌门正式宣布，光复衡山派的时候到了。赶紧上路吧！大老远来的，我还没有咋招待你呢，先住2天。是，就当是旅游了。对，今晚上10几年的你，让他上路。哎呀，说起来，个个都是狠角色，江湖儿女。
丢人呀，叫人家一见就给吓回来了。我主要不是怕他的剑，我是为你们安危着想。把他惹急了，招一大帮人上来寻仇怎么办？咱们也招呀，回头就招。我现在就招。招啥呀？咋招啊？只要能打的，马上就来，每个月6两银子。掌柜，你招我吧，我会降龙18掌啊！招就是关中大喜，我道圣贼祖宗。哎呀，侠义当怎么比？快点想出来！那好，那你让他打去，刀枪剑戟斧钺钩叉18般兵器，他要哪样我给他弄哪样呢？聚众斗殴是犯法的。为了小辈，让我死都行。掌柜的，说到这儿，我倒有个主意。你说，倒是说呀。但这主意有点绝，玩砸了没法收场。不收就不收，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到这儿啊，我必须得提到一个人。你们知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吗？几百年后诞生的一个伟大的俄国戏剧教育家。来了！告诉你们啊，一会儿表演起来啊，一定要注意热情的真实和情感的逼真，听见吗？要注意规定情境，抓住最高任务啊！贯穿行动线一定要连贯啊！不但要体验，还要注意形体的表现。哎，最重要交流适应，交流适应。掌柜的，掌柜的，我走了，你自己保重，后会有期。陈涛，求求你不要走！我当初来就是为小贝来的，现在他都走了，我还赖着干什么？我也走了，小贝都走了，我做的饭还给谁吃啊？我还是别做饭了，我要饭去吧。我去，吃啥呀？算了，既然是这样，我也走吧。天下这么大，何处是我家？有你的地方就有家，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从此相依为命。我这么可惜，饶留我一个人吧。你要一个人太寂寞，就养只小狗狗。我不要狗狗。那就搜狐、雅虎、百度啥的。我不要，我要你，我要你嘛！所有真心的、痴情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你们这要去哪儿啊？各奔东西。那多没劲啊！都跟我回衡山吧。啊？回去之后呢，倒是每个人都有官做，上到护法，下到城主，你们自己随便挑。就算是选上掌门了，又能咋样啊？就是啊。左右护法呢，月前1两，年底双薪，每季度呢评次衡山之星，要是谁能评上呢，奖励4合院1套，谁去？别急，按个手印吧。按啥手印？废话，我这儿不是客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按了手印之后，生是我衡山派的人，死是我衡山派的死人，就算下辈子投了胎，那也得重新按一次。来吧。喂，别走啊！咱可以再商量商量，要不然那个换成合同制，3年签，再不行，咱们当临时工也行，怎样不双薪？3位大侠，我们佟掌柜求见。
你师妹。小贝呢？你们是？衡山后学祝小云有礼，就您有礼啊，我们都没礼啊。哦，你们是衡山派的呀？在下陆一鸣。这位周敦儒，周师弟。这位朱小云，朱师弟。这位是师弟呀。你们找小贝干啥？当掌门。啥？自从我们莫掌门去世以后，衡山派群龙无首。银子不多啊，一共5两。谁要是能把小贝留下，就把银子拿走。你要是留不下来，还得倒赔我10两。你们来。想个办法就这么难吗？亏你们还是江湖中人。这事跟江湖有啥关系？这事你甭管搁哪儿，他都不好办的。那倒未必，如果子还在世，必能想出辙来。就小贝这个决心呐，你就把少林方丈找来也没辙。是，一个圣人，一个和尚，怎么比呀？亏你想得出来。哎呀，这真是嫁出去的师妹泼出去的水呀！这胳膊肘都拐到大腿根儿去了。你胡说什么呢？谁嫁出去了？你倒是想嫁，人家未必想娶呀。你说什么呢？谁不想娶？你说谁不想娶啊？我不想娶行了吗？好马不吃回头草，你就算想娶，还没机会嘞。我好伤心呐，哪儿凉快我上哪儿待着去。我先去做饭了。唉，养兵千日，用在何时呀？我也许能想出办法来，真的。但我不要银子，我只希望，可以吗？就这么定了，只要能把小贝留下，叫我干啥都可以啊。带我回去翻遍《孙子兵法》36计，我还不信想不出办法来。慢点，别绊着啊！张薇兰，他给你提啥要求了？他叫我转告无双，他的心里还是放不下小果。就这个。还有，他说如果无双和老北急了动起手来，让我拉着他，千万不要出人命。咋的？还没找着呢？36计里有一条，凑合能用，就是成本偏高。哪条啊？釜底抽薪。啥玩意儿叫釜底抽薪呢？就是从烧着了的灶火里把柴火抽出来。你的意思是说把他活活烧死啊？打住！我的意思就是把衡山派灭了，让他想去都没地儿去。啊，还是你狠呢。哎，小子啊，你说这小官到底哪儿好啊？谁说他好了？不好你还老惦记着人家，你说无双哪点比他差呀？谁说无双差了？无双什么都好，就一点儿，他不是父妹。不是就不是呗，你说你这个死心眼儿，人换了我也不选无双。为什么？我心里有慧兰呢。慧兰？我对慧兰是忠贞不二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她一面，兴许这辈子都见不着了。你还好，真的。你一个人闷着想吧，心里有酸有甜的，什么滋味都有了。你看我呢，有时候被逼急了吧，连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至于吧？天底下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呢。怎么不至于啊？他再这么逼下去，我死给他看，让他抱着牌位去亲，那他肠子不都得悔青了呢？咋的了 ？I got an idea。啥玩意儿？我有主意了啊！这全打到。
掌柜的绳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听明白了吗？明白是明白了，他要不接茬咋办呢？那就嚷嚷到他接茬为止，开始嚷嚷。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the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the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in them. To die, to sleep no more, and by a sleep to savor in the heartache and though the natural shocks their flesh is out too. 'Tis in consummation devoutly to be wished. To die, to sleep, perchance to dream. Ah, there's the rub, for in that sleep of death, what dreams may come. 打住！说啥玩意儿呢？你不是骂我们的吗？你看莎士比亚的经典独白，谁是莎士比亚呀？一个跟我们同时代的英国的伟大的戏剧家，你整点我们能听懂的话呀！是，你让小贝听懂啊？我听不懂啊！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上那嚷嚷去！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用斗争将他们扫个干净？这二者，哪一种更高贵？哎，外面嚷嚷什么呢？好像跟你嫂子有关哎。他们在发牢骚。哎呀，人嘛，谁还没个牢骚嘛？走这一路，让他们打的去吧。再听听。你吵着啥呀？你把小贝吵醒了，你负责呀？对不起，但我是有感而发。掌柜的他想寻死呢。不，我们不信，掌柜的绝不可能做这种傻事。我也不信，但是我发现了一封遗书，是从废纸篓里面找出来的。不信你们看。不，我们还是不信。为什么呀？因为我不识字，你给我念念。那你们听好了啊！大家好，我轻轻地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挥挥衣袖，说声拜拜。拜拜。我小名白白啊。另外，此事千万别告诉小贝，我怕他难过。再令有空欢迎来看看我。行，拉倒吧，这我还想多活2年呢。三令不来也行，每天想我100遍，就当是赎罪了。赎啥罪啊？这上面没写，我估计吧是说小贝的罪，肯定是小贝的罪啊。他不是死活要走，掌柜的也不能想不开。你接着念的，掌柜的后面说啥了？永别了我的伙计们，永别了我的同福客栈，你们敬爱的佟掌柜。1、2、3，出来！嫂子！行了。你不能走，你走我怎么办啊，嫂子！这个你们还来呀？谁知道你真上吊啊？我以为你们马上就去了，把兜子提了。
让你系个活扣吗？啊，双保险，你整啥玩意儿啊？系的就是活扣吗？这什么这样？这是。你们糊弄我是吧？我那苦命的相公呀，你死得好惨呀！我只想亲手把小贝拉扯大，没有想到好端端的他就这么走了。说，这我咋听那么别扭呢？那狠心的相公哟！小贝才12岁，为什么要从我的手里夺走他？为什么呀？谁走，猴年马月才能相见。回头万一他要出个什么事儿，我哪有脸下来见你呀？见他干嘛？他不想见你。你说啥？你没嫁过来之前，我哥愁得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上火上的腮帮子都肿了。他愁什么？怕你管了呗。你没订婚之前呢，我哥吃喝玩乐耍得别提有多开心。他这是找死！他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是节哀啊！嫂子，请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衡山派发扬光大的，让我哥在祖宗面前丢尽脸面，也算是为你报仇了。小贝，嫂子就算没有白疼你。来，披上点衣服，别冻着了啊！哎呀，其实啊，我觉得你没必要。我呀，10岁就出来闯江湖了。你是男娃，不一样。无双12岁，他爹一死，他就跟我进了葵花派。他要是有个嫂子，肯定不会让他去。你就真觉得闯江湖那么不好吗？好，你咋不闯呢？我闯了一圈，这不又回来了吗？还是的嘛。江湖险恶，风大浪急的，你是他一个女娃，瞎凑什么热闹？其实你根本就没必要较真儿，他就一孩子，3分钟热度，等这劲儿过去了以后啊，他就哭着喊着要回来了。你又知道了？你想啊，上次你爹那事儿，他不是也想去汉中吗？可结果咋样？还是的呀，他那是被马给踹下来的呀。要不咱再找匹马？可拉倒吧，他现在精着呢，见着驴都绕着走。除了牲口，他还怕啥呢？先生，他不怕，他怕小郭。这把青龙宝剑是小郭留给我做纪念的，你拿去装装样子吧啊！记住啊，必须一次成功把小贝吓住，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不成功怎么办？那就成人。可我不会使剑。不会使剑，会不会犯剑？他会的。什么意思啊？把脸皮扔了，使出浑身的劲儿，大喊4个大字：放着我来！胡说，是排山倒海。就这样。说一遍给我听听。那排山倒海。哎呀我的妈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是排山倒海。你们俩，我听谁的？听他的。小郭是福建人，不说陕西话。好了，这样啊，其他的话由我们俩替你说，你只要把这4个字练好就行了。练一遍，快点的。排山倒海。有门，来，换上，再来一遍，换上。排山倒海。行了，遮上，隆重出场，快走。这老小贝就排他啊，可命的排他。走啊！去吧。哎呀，你不去了。走啊！你出不去呀？没出去。孩子怎么这么笨呢？哎呀，排山倒海啊！记住了啊，
神倒海！对不起。海神倒海！小郭姐姐，小郭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可想死你了！海神倒海！哎呦！哎呀！郭芙蓉，你凭什么打我你？哎呀！福妹，还是无双啊？会是金涛党的，还会是谁呀？福妹！我刚才说什么了？我要刚才闪得慢点，谢谢早见我哥了。为什么？我到底哪做错了？你干嘛对我下此毒手啊？哎呀，秀才，你有死你再打，不要意见，差点。对，你先回屋休息一会儿啊，回头我跟你细说。放开我！哎呦，福妹，你怎么了？啊！福妹，就知道福妹。过来。小果，天色不早了，要不你先回啊，一会儿来往。来，福妹别走！你打死我好了，只要我还有口气，我就永远都不会再让你走了。心里就一点都不在乎我。只要他回来，你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我，对不对？对不起。福美，无双，哼，你呢啊？还能够干啥？还不都是因为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跟你没关系？要不然秀才能认错人吗？秀才要是不认错人，无双能伤心成那个样子吗？无双要是不伤心成这样，说不定现在早都过门了。再过2年，孩子都满月了。再过2年，孩子满街打酱油了。再过2年，上京赶考高中状元。再过2年，连升8级，当朝宰相了。挺好的一对金童玉女，天赐良缘，造孽吧你！又不是故意的嘛。早晚遭报应。掌柜的，我来。遭报应。无双，出来吃点东西吧。我知道你在里面。无双，你别不理我嘛。你干嘛躲着我呢？无双，你找我有事儿吗？想找你谈谈。谈吧。就这么谈啊？那你想怎么谈啊？我知道你很恨我。我哪里敢恨你啊？我仰慕你还来不及。你等我把话说完嘛。好啊，你说。我的心里的确是惦记着夫妹，但是十有八九她是不会回来了，所以你就找到了我。不是，我心里对你是有好感的。朋友能帮帮忙好吧？什么帮？这怎么就忙了啊？家乡话，听不懂算了。你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让我试着忘了他，这样对你对我都公平。你能忘得了他吗？不知道，尽力吧。这样你能接受吗？
那你这辈子都忘不了，我等你一辈子啊？不可能，我估计啊，你最多也就是等10年。好，你慢慢等，爱等多久等多久，本姑娘不伺候。这可怎么办呀？10年8年，他怎么不说1800年？那不就成千年王八了吗？你怎么还不睡啊？你不睡，我不太敢睡。为什么？要不是因为我，你和秀才也不会吵架。对不起啊。你不用跟我道歉，这件事儿非但不怨你，我还要谢谢你。这真的？你谢我干什么？要是不是你的话，我怎么能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呢？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原谅他呀？我已经原谅他了。哎呀，太好了，咋不早说呢？吓我一身冷汗。我想过了，这件事儿没有理由怪他的，怪就怪我自己没有福气，来得太晚。不，你有福。其实秀才特别喜欢你，真的。行了行了，你不用安慰我了，我心里清楚得很，我跟他是没有戏了，彻底完了。不，你们俩还有戏，后面还有好多出呢。那就让他一个人演吧。我累了，再也折腾不动了。这辈子就这样吧，孤独算得了什么？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青灯古佛，了却残生，悄悄木鱼，诵诵佛经，转眼已是100年。好了好了，睡吧，睡吧。陆师弟，这是个啥嘛？回衡山，打扰您这么多天了，怪不好意思的。没有关系，你只管大叫。你有事就再住2天嘛，10天也行。半个月更好。你要是爱住的话，3年、5年、10年、8年都无所谓。我管吃管住管娶媳妇儿，连满月酒我都包了。佟掌柜，要不然我1年带他回来一趟行不行？1年12个月。那就半年。180多天，碰上闰年还白绕2天。那就3月。不能再少了，光路上就10几天呢。那就1个月吧，每个月回来一次，每次住20天。佟掌柜，我知道您舍不得，要搁我也舍不得，可是没办法呀。那你还带他走？这事关我们衡山派的100年基业，我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对不住啊，佟掌柜。掌门，咱们启程了。来了。陆师兄，你先回吧，我走不了了。怎么了？秀才和无双姐闹别扭，我得跟人家劝回去。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们是被我拆散的。先生说过，做错事儿并不可耻，可耻的是知错不改。没人会怪你，童言无忌嘛。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这件事儿我必须负责到底。掌门呀，你负得了责吗？俗话说，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是不是？要连这件事儿都做不好，这掌门当了也是白当。佟掌柜，这本剑谱是衡山剑法的精要，世上只此一本，你拿去吧。
哎呦，使不得，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能要。啊，不是给你的，是给掌门留下的。你抽空帮我督导一下，让他练练。那还不如你亲自教他呢。算了，还是让他好好把书读完，再回龙山吧。其实当初我接他走，就是因为怕你教导的不好，把孩子耽误了。通过这事儿，我已经彻底放心了。他在你这儿已经成为一个懂事负责的好孩子。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他一定会成为一个称职的掌门人。我也相信。掌门的事儿就拜托了，陆某就此告辞。他日衡山再续。恕不愿送啊。不送。秀才，红烧，过来。来了。这5两银子是我答应过你俩的，拿去分吧。为什么？哎呀，说了你也听不明白，这个就作为你们俩的分手费吧。这是什么说法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琢磨去吧。